大家好，这里是展开讲讲，我是冻姐，我是康迪，我是王老师。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请到一位我们喜欢了很久也许愿了很久的嘉宾文琪，请文琪跟大家先打个招呼。哇，好有意思啊！每次听播客的时候都会听到大家在自我介绍，然后终于亲眼看到了这个我工作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大家好，我是文琪。对，这次跟文琪聊天的契机其实是他主演的电影《我许可》嘛。这部电影的主角就是许可这样一个25岁的年轻人，他遇到了一个小小的手术，然后也因为妈妈的到来面临了很多新的课题。我们觉得这部电影里面有很多年轻人的新面貌，正好文琪也是一个00后，我觉得这期就很适合我们去聊一个我们自己作为一个90后甚至80后很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一代的年轻人会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去面对这个世界以及处理自身的关系。这其实也是我们跟编剧尤小颖和制片人尹璐老师第3次的缘分了，就是从祝你幸福到小小的我，还有今天的我许可，也是在这个环境里面。之前我们是跟主创去聊影片创作的故事和感受嘛，今天我们也可以从演员的角度，比如说聊聊许可这个人物以及他代表的这样的一个新的女孩会有什么样的不同。我们会先从电影聊起，也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去先看电影再来听我们的讲述，因为可能里面就会涉及到一些很具体的剧情的情节了。最后可能会聊一聊文琪自己。那我们就先从影片开始聊。先聊一个最近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看到你们最近都在跑路演嘛，而且这次许可路演非常有意思，就去到的都是高校。对，我觉得这个会有很特别的一点是，你去到高校之后，其实你见到的就是你的同龄人。对，那你在这样的一个接触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就是说他们看完这个电影之后比较关心的议题都是什么，以及会给你带来没想到的一些点是什么？对，我好像从来没有一下子接触这么多同龄人过，而且我以前一直都是最小的那个，但是现在我面对的其实都是比我还小的弟弟妹妹们，他们都是00后、05后这种了。但特别令我惊讶的是，他们的思考方式和语言逻辑都特别的好，特别的成熟。我之前比较没想到的一点是，很多00后的女孩还是对母女关系特别有共鸣。因为我在看剧本的时候，其实我更有共鸣的是年轻女孩这一块，就是许可个人的生活和困境这一块。但是就比较惊讶的是，大多数女孩站起来都会先说母女关系，会说好像在看我和我妈妈的日常，或者说我有同样的母女关系的问题在。第二多的就是聚焦于这个年轻女孩的个人的困境。我记得我们在路演的时候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环节，叫我不被许可，但我想许可什么什么什么。一个调查问卷，然后我就听到了很多很有意思的回答，就属于年轻人的那种很勇敢、很无畏、很新鲜血液的回答。有没有哪一条是你印象比较深刻的？有，好几个女生都说我许可不穿胸罩自由。有一个女孩说我许可女生生理需求自由。就类似这种都让我很受触动，你听到的时候。是你去年有一段公开表达，我印象很深，你说我觉得中国年轻人太有意思了，太幽默了，有太多可以表达挖掘的地方了。许可对你而言是不是一个终于等到的中国年轻人的一个角色？我觉得在影视的叙述里面，年轻人的视角基本上消失了，这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因为其实年轻人也有自己很多的挣扎和困境在，但是没有人去讲述他们的故事。所以在看到我许可这个剧本的时候，我首先就觉得很开心啊，终于有一个电影，它是以一个年轻女孩子的视角，甚至是以一个00后女孩子的视角去展开的，讲她的母女关系，讲她的生活的琐碎和个人的困境。我觉得这是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情，而且我特别喜欢的一点就是许可她是一个普通人，她有着自己的特别理想化的思考，但同时她也在面对着自己生活的困境嘛，这是有别于我以往接到的很多的角色的。通常一个年轻女孩子出现在剧本里是带有刻板印象和比较脸谱化的，但许可我是觉得这个部分是很少很少的。因为我们看这个角色的时候会觉得他很勇敢很有劲儿嘛，但你看的时候是不是第一次让他特别吸引你的地方反而是他身上这种普通或者说很日常的那个部分？对，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许可太过理想主义，太过勇敢了，
但我自己好像反而没有这种感觉，我会觉得他是已经完完全全自我许可的一个人，自尊自爱，他甚至都已经摒弃掉了很多莫名其妙的羞耻心，因为我们这个年代人很容易羞耻的，但是他其实没有那么容易羞耻，他很爱自己，但是在他身上依然出现了不被许可的这样的一个情境，而这样的困境和他拥有的原生家庭和母女关系其实也在影响着他，让他有了在其他方面回避的这个能力，而他只是把这种能力藏得很好。我觉得这个是特别有意思的，就是电影的刻画不只聚焦于表面的显性的矛盾冲突，而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女孩她在电影的前1个小时都特别勇敢特别坚强，但是总有那么一个小小的点可以戳破她制造出来的那个假象，可以戳破她坚强的这个盾牌。刚才文琪有提到说许可是一个完全自我许可的人，这个跟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的感受非常相似。就我们也觉得他在自己的生活里其实非常自洽。就假如不是要做手术和他妈妈过来，其实他在自己的世界里是自给自足的，然后活的是非常有逻辑自洽的，对，逻辑自洽的，而且很多事情感觉他都知道了，比如说他知道月经不羞耻，他也知道身体更重要，他也非常接纳自己是单身的身份，对而且他对手术的态度其实从头到尾是没有变过的，一直都是非常坚定的。他也知道说要给自己的学生上性教育课，我就很好奇，在进入这个角色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是许可知道，而文琪可能没有那么了解或者是未知的部分？挺多的，其实就不管从心理上还是生理上吧，在这个方面我确实花了挺多的时间，就是去跟朋友们聊啊，然后去学校里面实习啊，就通过这种方式去建立一个真正的连接吧。包括其实母女关系也是我会花比较多心力在这上面的一个部分，就是我的家庭观念跟许可和胡春荣的家庭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我在看这个剧本的时候，我一开始看特别的愤怒，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带入许可了是吗？对，我完全是以许可的视角在进入这个故事，但是可能电影它从文字放到电影画面里，它会稍稍好那么一些，不会那么直白的展现。但是我看剧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怎么许可永远在替妈妈解决问题，但是她永远得不到一个正面的反馈，我会有点不理解这样的母女关系，所以我也在这上面花了一些功夫，包括像关于小学老师这个职业的相关的部分，其实我之前也很少接触，也是因为这部戏去看了好多年轻女老师的 vlog 呀，去学校里面实习啊什么的。那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瞬间，就是你在表演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就这个我其实没有经历过这些事儿，但是我现在演的时候我需要让它成立？有，其实很多。比较明显的是，我在演老师这个身份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不了解这个事情，就哪怕我在花很多的时间去跟别人聊或者去体验生活，但我依然是没有办法形成某一种肌肉记忆的。就是在演老师的戏的时候，我就会很紧张，因为大家都做过学生，都有这种感觉，就是老师和学生他们是有某一种很微妙的关系的，你不是压制他们，就是他们压制你，就有一种很微妙的平衡和磁场在。对，但是呢，许可又是一个很酷的老师，他又不是一个我们可能小时候经历过的那种比较凶的、比较严厉、刻板的老师，所以就很难去寻找一个酷的老师和同时又有威慑力，对，又有威慑力的老师之间的这种平衡，你不能让他太过严肃，但你也不能让他太过天真和懵懂，就这个就有点难去把握。包括和妈妈的戏也是，我们在开机之前，我们就进到天津那个小房子里面布置的景里面去生活。我其实一直有点无法进入到那样的情景里面，因为我已经独立生活很久了，我几乎都已经记不起来我跟家里人处在一个生活空间里面是什么样子了。然后我当时就会觉得这是一个很艰巨的任务，我可能会有点难以进入到这个状态里面。但是随着越拍越往后，
我就越来越能体会他们的这种母女关系、母女情谊吧，就是你能感觉到他们很爱对方，很爱对方，爱到以至于有时候他们只能用激烈的语言冲突来化解这些矛盾，爱到他们只能以一种惨烈的方式来结束他们之间的斗争。所以在知道了这样的感觉之后，在 Live House 的那场戏，就是妈妈唱歌的那场戏的时候，我就特别的感动。因为其实剧本里面我们两个就是疯唱嗨唱，两个人就快乐的唱，但结果最后我和海璐姐双双流下了几滴眼泪。就剧本里本来没有这个，对，本来是完全没有。对，然后我就看到海璐姐就甩着她的波波头，就手一直在挥舞着，但是看起来那么快乐的一个人，眼角是流下了一滴泪水的。然后我就也跟着哭泣了，就已经深刻感受到两个人的情感了。对啊，我当时就觉得，也许我把上一代人的观念上的认知鸿沟想得太过简单了。我那一刻会深刻地感觉到，一个那个年代的女性要走出来，要改变自己的认知，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感觉刚刚描述的这个过程其实也很像影片里面许可和妈妈逐渐走近的那个过程。因为一开始刚上来的时候也是在一个自己的空间里突然闯出了一个陌生的人，也很符合现在年轻人的那个生活状态。就是我们已经独立了很久之后，很难去接受自己的独立空间里面再出现一个新的人。对对，就是领地是不能被侵犯的那种感觉。我们还有一场很喜欢的戏，其实是在一个想象片段里，就是许可跟他的朋友在聊自己跟其他的男生之前在接触的时候，就有一场那个说自己受不了了，直接就要跳到水里游到岸上，都无法再忍受和这个人继续把这个船开到岸边。然后还有就是我不能忍受他去吃我很喜欢吃的那个杏干。这两个细节我们就觉得说特别的真实，特别鲜活。因为你对一个人的下头瞬间可能真的不是对方做了一件非常大的一件事情，而是这种小小的细节嘛。你还记得你当时最开始看到这两个情节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吗？我觉得特别的合理，特别可爱。我0秒就跟许可共情了0秒产生连接。我们当时拍的时候，首先就是这个狐狸的戏，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可爱，而且它会就是让我感觉到跟我特别像。因为我是属于一个比较怂的人，所以我特别能理解许可的这个行为。我也经常这样做。然后杏干那个，我记得当时拍的时候也还蛮好笑的，就是我们就一直在琢磨怎么能让这个行为看起来是能让大家理解许可的生气的点在哪里。那一开始就我对面那个男演员，他就只敢挖1-2个，我说你全给我挖走对，我说你要都挖走，而且你要特别渐的，以及你要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惹了我。对，就是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讨厌。对，他一边说还要不停的分批次的把杏干光明正大的摇走。对，所以当时拍的时候也还蛮好笑的。对。那电影中还有没有类似的这种细节，你瞬间1秒 get 许可的那种点？比如说像妇科检查。我小时候就做过妇科检查，我是拍一个戏的时候，然后跳进了很脏的湖水里边，结果就感染了，就去一个县里面的类似于一个小诊所，去一个健康检查站检查。然后当时我就遇到了跟许可差不多的情况，我那时候15岁还是16岁，然后陪同我来的工作人员她是一个比较中性化打扮的女孩，然后我就能感觉到这个医生一开始就对我很有敌意，但我不知道为什么，直到大概询问了5分钟之后，他说你是不是发生过性关系？我说我没有。他说那你旁边这个是不是你男朋友？还说没有，就这种。对，然后当时我就很生气，我说首先这是一个女孩，第二我已经说了我没有发生过性关系，我是感染了。就整个过程会让你非常的不舒服，以及后面检查过程都是极其粗暴和让人难以忍受的。所以就当时1秒钟我就可以理解到一个女生去妇科检查的时候，她其实是很尴尬的，她其实是很害羞的。
拍的时候，他们还让4个医学生站在那个医生的后面，我觉得这个也是蛮细致的一件事情。因为当一个女生在讲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她当然是希望有一个私密的空间，可是有时候好像就是会发生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对，刚刚你有提到，就是说在生活里面，你有时候也会像许可一样想象这些场景嘛。其实，在影片里面，许可是一个很勇敢的一个人，他有完备的知识体系，他知道说很多事情不应该这样。比如说，他跟自己的闺蜜聊到说画那个性教育绘本的时候，他就很坚持说我要把这个器官就用原来的那个名字，对，不要萌化它。其实我们可能在网上也会感受到的一些正确的一些观念，但我们每个人会遇到的一个困境，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件事情不对，但我们的表达的时候可能会受制于环境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其实要说出来是很困难的。对，所以你有过这种时刻吗？有，我相信现实生活中的人是没有办法像许可一样如此直白的去讲述这些事情。我们现实中其实还是会遇到很多很多的表达上的困境，而这些困境我觉得是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说我今天就大胆的说了，我觉得是没有办法通过这样的问题来解决的，就是还是可能得一步一步的，就像这个电影它只是一个开始一样，它告诉我们我们有可以说的自由，我们可以直白的说出来。那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直白说出来这一天可能还要再等一等。像我自己，我个人会觉得我已经很敢说了，但我有时候还是会受制于旧的观念，因为我从小就受到这样的教育。像我这几天路演的时候，我就听到关于月经到底有多少个称呼，我只知道以前有人叫它好事，结果我发现还有人叫它坏事，同时是好事和坏事。对，它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以及各种什么大姨妈、什么 MC 什么，就各种。我现在可以甄别这些区别在哪里，而且我会知道为什么我们要正确的说出月经这个词。但是其实在我小的时候，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是不知道的，我只会随大溜的就说大家都羞于表达，那我也说大姨妈，那我也用一个别的词来进行替代。这样的观念其实是根深蒂固的，是需要时间来将它进行一个洗涤的。这个感觉很鼓舞，因为我们总是在讨论的时候会觉得说好像很多事情我已经了解了，但是我却做不到。这个其实也会成为尤其是年轻人去让自己觉得说内耗的一个角度。但是刚刚文琪说的点其实恰恰是我们知道了，但是那个距离可能我们还有一定的比较遥远的一个路程，我们还需要慢慢的才能走到那个地方。其实也不用给自己那么大的一个压力。是的，因为我有时候也会产生这样的内疚感，就是觉得我为什么不能再多说一点，或者我为什么不能再多帮助一个人通过我的言语。但其实言语的力量很薄弱，我们只能等它慢慢的发散。我有时候也会有女生朋友跟我说啊，我总感觉我什么都知道，但是我好像什么都做不了，会有这种感觉。对，然后我就会安慰他们说再等等，再等等。我其实也有个好奇，就我会感觉到，其实对于像许可一样很多年轻人来说，他们已经不需要自己去结婚生子，才能理解这是一种牺牲了。在进入他们自己的生活之前，他们好像已经提前的知道这种答案。这好像是一个00后一代或者是新的一代跟上一辈的一个区别，你会有这种感受吗？00后是网络原住民，就是从小的时候信息很发达。所以你会在自己还没有经历一些事情的时候，就提前已经知道说，哦，这个事情大概会是什么样的。等到我自己经历的时候，我就能判断出这个事情大概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走向。完全有这种感觉。不是有一段时间很流行在网上确诊自己是不是 ADHD 吗？对，就这种。但我想说，这真的是有利有弊。就拿最简单的例子举例，我们现代人比如说去一个地方旅游，我们都一定会上社交媒体看一下要避雷什么，对，或者你必去的是什么，必打卡的是什么。但是呢，以我个人的旅游经验来说，通常必去和必打卡的都是有一些猫腻，就是你是没有办法通过别人的总结去真实的体验某一些事情的，但是他也许会在某一些议题上某一些方面会给你一些好的建议和帮助，那就比如说亲子关系啊什么的。我不知道其他人是怎么想的，但是我是在网络上有找到一些安慰的，因为我会知道
在原生家庭中经历的很多事情并不是你这个人的错，是观念的问题。这个是我在网络上得到的一个很大的安慰。对，但是我会感觉到我们好像会越来越依赖这种路径，它就像一个捷径一样，提前告诉你你将会得到什么。但是就有时候我会觉得不一定网上说什么就一定是那个样子的，因为每个人的经验和经历其实都不太一样的。是。那你自己会怎么去做这种平衡吗？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方式吗？比如说就拿旅游来举例子，你现在的方式会什么样呢？我会看，我还是会一次一次点进去，一次一次的被骗。但是一些比较私密的完完全全个人的话题，我是不会再去网上搜答案的。就是因为我以前会去搜，比如说我很自卑该怎么办，或者我跟别人谈话的时候我觉得不舒服，我要怎么改善。我觉得这种比较私人的经验，它是没有办法寻求一个所谓正确的答案的，就它只能从我们个人的过往经验的一次一次叠加，才能你最后得到一个属于你自己的答案。但可能比较客观的东西，像旅游类啊、健康类啊什么，我觉得用一下还是蛮方便的。但其实我很好奇，因为作为80后、90后，我感觉你们像是从成长过程的中间突然开启了这个网络时代。是，对，那你们是？我们是分裂的。对，就你们是怎么适应的？比如说我们前半段生活好像是没有那么多观念的，在我小时候是没有那么多成熟的可以运用的观念来指导我的生活的。我们的生活可能是在生活本身中提炼出，或者我已经被生活碰撞过了，我提炼出一些我觉得有用的观念。但可能到30岁的时候，社会上回过去总结，我们原来总结我们的20代，其实有很多问题。我们当时如果知道这些，也许能处理得更好。对，可能是这个区别，有一点滞后性。就是你先过完了那个生活，然后你才知道了关于它的归纳总结。但是会感觉更年轻一代是他可能还没有经历，比如说25岁的生长痛，但他可能已经被命名了，这个就被总结了。对，这个东西就是叫25岁的生长痛，或者叫什么奥德赛时期。然后包括你生活当中遭遇的很多问题，你还能给它归纳整理，比如说这个是原生家庭的问题，这个是 NPD 的问题，对，这个是没有边界感的问题，这个是你配得感不足的问题，有很多的词汇可以去一一对位。对，但是我们可能是已经都经历了这些之后，后面才知道这个原来是什么什么，就它有一定的时差。对，我觉得这个可能都像你刚才讲的，都是有好处有坏处的。是，就可能你已经经历完一个漫长的一个阶段，回过头去，原来那是一个 NPD， 对，有这种可能性。但现在你肯定就现在是大缩短，对，遇到这个人，这是网上说的 NPD， 对，就不会往这个坑里去跳了。对，刚才我们提这个问题，其实也是我们作为刚才说的半截儿的互联网人看许可的一种感受，因为会觉得在刚开始的时候就觉得他好像已经知道非常非常多的观念了，然后他一上来他就知道说他妈妈侵犯了他的边界，他已经很明确这些问题了。但是你发现他依然还是有很多没有被命名的东西的，即使他知道我没有月经羞耻，但是我还是会有新的经验，比如我看妇科的经验，然后包括我跟一个医院去对抗的这个过程当中，对，我去投诉，我去投诉，我去反抗，我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东西仍然是新的。是。所以我就觉得很有意思的是，一个自我许可的人不被外界的环境所许可，这个也许是我们这代人更可能遭遇到的问题。对，刚刚前面有提到许可它有一些裂缝的那个地方嘛，就是我们也看到说这个片子里面他关于自己的一些事情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但是他还在跟这个社会的一些东西去做斗争。那除了说我们刚刚提到的母女关系、看病和社会的这个部分，你自己感觉就是许可在他25岁的时候，他有没有属于他的迷茫和困惑？这个我还跟尤小英老师，我还跟悠悠姐聊过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一开始看剧本的时候，我会觉得许可像一个超人一样，他太先进了，以至于我有点看不到他的困境在哪里。然后我就问悠悠姐，我说他的困境在哪里啊？然后悠悠姐的意思是，他在他成长的某个阶段
比如说上大学的时候，那可能确实因为这样的问题做过斗争，可能在上大学的时候，他因为自己的牡丹身份而感觉到有一点点的羞耻，但是在影片中的许可，他其实已经是一个完成时了，他其实已经是一个进化到一定阶段非常稳定的一个阶段的那样一个许可了。但是我也不觉得他完全没有自己的困惑和问题，就比如说我觉得他一定不理解为什么他身上会遭遇这么多的事情，他一定不理解为什么我只是想割个息肉，可是却因为我未婚未育的这个身份，单身的这个身份，或者我处女的这个身份，就不让我去做这个手术。这一定是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挺大的打击，以及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很强烈的回避情绪问题的倾向，就是他从来都不展现他的脆弱。感觉就完全是跟胡春荣反过来的。胡春荣遇到事情先表达情绪，再解决问题，大多数时候也解决不了问题。真事儿。对，确实。但是许可先解决问题，有情绪也憋着，好像你只要不把这个情绪说出来，它就不存在一样。我觉得这是他身上最大的一个问题。而且他遭遇一些很强烈的情绪的时候，他会用大笑来表达。对，胡春荣也是，其实，所以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就是他们虽然都在往两个反方向走，许可一直都说自己要活成胡春荣的反面，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母女之间总是会有一点点相似相像的地方。对，刚刚说到许可的缺点嘛，或者说是他不完美那一面。在影片里面有一个细节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因为他之前一直都是在面对胡春荣的时候他总是对的那个人嘛，但有一次就是他把妈妈的行李送到那边去的时候，妈妈不是说你这个东西很浪费，你就应该坐地铁坐公交车，然后他走的时候就自己去坐了那个公交车，胡春荣还出来看到了，他就很高兴，然后许可就很不好意思，就是因为这一幕其实就是他在承认妈妈说的他有点花钱大手大脚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太好的一个习惯嘛，就是我在这一点的时候会能看到说许可可能在我们看起来就是观念上非常非常强，但可能他在自己生活里也有他其实觉得自己还没有做得很好的那一面。对，那场戏我会觉得他其实就是虽然他不承认，但他其实是很听妈妈话的一个人，就是他其实是一个很在乎妈妈很爱妈妈的一个人，而妈妈讲出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进行了某种思想斗争了，但是他嘴上不承认这件事情，而且我觉得他也一定会觉得自己每个月把工资花出去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嘛。可是他也依然会试着去理解妈妈，然后试着去以胡春荣的视角来生活吧。我会有这种感觉。刚才我们提到说许可是一个非常自我许可的人，然后他世界也非常的自洽，你在演这个角色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他一些不那么自洽的细节？你们有发现什么你们会觉得这个姑娘没有看起来那么坚强的地方吗？我觉得刚才我们提那个点，就是他一个松动的瞬间，就像你刚才说他像超人一样，但是那一刻其实他愿意去尝试一下说我节省一下钱怎么样。对，还有一个细节前后对比，前面的时候他跟妈妈有2次表达了非常强烈的态度，一个是我不喜欢吃鸡肉，一个是我小时候不喜欢唱歌，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其实是一个是他跟妈妈去唱了一次在那个 live house 里面，一个是他最后吃了一个鸡翅，就这2个情节的对比，其实我没有完全得出答案，但是是不是也在代表着就是说许可一开始表达的那些东西里面其实并不完全是真实，或者说100%是他一个稳固的一个自我，他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也会有所改变的。我觉得你们观察的好好。对，就是这种细节会让他露出一些小的马脚吧，因为我会感觉一开始他不能说他不自洽，但是他会有一点别扭的地方就在于他其实是一个特别理想主义的人，他后面就打算画一个生理卫生课的绘本然后拿出去卖嘛，然后他也已经在想就是他下一学期要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上这个性教育课，但是他一开始他会跟林校长说我下学期不想再当班主任了，以及林校长跟他说全校的生理卫生课都由你来负责的时候，他其实是特别不愿意的。但是呢他又心系一个特别理想的，他又有特别宏大的目标，就是你会觉得这个女孩又怕麻烦但又
爱找麻烦的感觉。就是他又不想让别人来麻烦他，但是呢他又很爱给自己找麻烦。其实你不上生理卫生课一定也会有别人上，是，或者说你在医院里面看到黄威，你不去找他，可能这个事情就过去了。但他就是很爱给自己找麻烦，可是他又是一个很不爱麻烦的人。就所以我就觉得他经常就陷入到这种拧巴的里面，拧巴的状态里边。然后包括和妈妈也是，其实后面他所做出的这些举动，是他和妈妈之间的那个冰块在一点一点融化的那个过程，就是妈妈也在更像女儿，女儿也在更像妈妈的，就是他们互相在慢慢走近的一个过程。你刚说这个拧巴会让我想起，就是你之前有一次采访说到，你观察你的同学也是同龄人，就发现大家可能会有一种特质，就是说表面上我想说我很怕麻烦，我不想努力，我就想躺平，但其实到这个事儿真的到你面前的时候，大家又会做得非常的努力，非常卖力，就是好像会有这种拧巴。我觉得感觉也有一点像是现在年轻人共有的一种特质，因为好像说出来我为此努力，或者说我为此付出我的所有，就显得有一点傻傻的，就没有那么聪明，有点太过热血了。对，但是实际上自己又并不是说我真的是想要完全躺平的那种状态。对，是有这种感觉，像许可身上也有这种感觉。我觉得就是他会比较爱抱怨，他是以一个比较偏负面的一个态度在讲述他遭遇的所有事情。虽然他遇到的事情也确实非常的麻烦，非常的不公平嘛，但是他的那个输出跟胡春荣是不一样的，跟雪晴演的那个闺蜜也是不一样的。他其实是用一种比较埋怨的方式在絮絮叨叨的说这些东西。我自己也会有这种感觉，就是我会害怕讲一些宏大叙事，我会害怕把自己的目标讲出来，就看起来都很不在乎的样子，都不在乎成功，也不是不在乎，而是觉得不可能。反正表达出来意思就是反正都这样了，躺不躺其实也无所谓的那种感觉。但其实呢，真的事儿来了的时候，大家都是很有干劲的，都是很有团体意识的。这我觉得很可爱。刚才文琪说许可刚开始那个拧巴，我觉得很像我们昨天看的一个戏，就是说她想成为一个女性主义者，她也自认为是一个女性主义者，但她进入到一个非常女性乌托邦，比如说大家都要集体劳动，一起抚养孩子那个社会当中，她突然产生了一个困惑是，可是我很懒惰怎么办呢？我觉得这个好给我启发。其实许可也是非常往前冲，非常理想主义的一面，但是你进入到生活的具体细节的时候，你要去承担很多的麻烦。我觉得这一点是过去的作品当中很少提及的。是的。我觉得他拍出了既然你这么懂生理卫生课，那都是你讲吧。既然你这么关心同学，那都是你来承担这个工作吧。我觉得这一点的洞察很妙。对，就是你能做就多做的那种感觉。是的，所以其实他很需要勇敢和体力和耐心的。但这件事情其实很不容易，我觉得是，尤其是今天大家都看到了结果的情况之下。对，所以我现在非常理解为什么他最后有一场戏是跟雪琴在那里铺那个画本的时候，他突然爆发了一下。他突然理解自己为什么愤怒了，然后他后来说我其实不是愤怒，我是委屈。就是好像我一直是一个超人，一直在前面解决很多人的问题，而我似乎都没有说出我也很痛苦，我也很累的那个资格了。对，因为我当时看剧本的时候还没有这场戏，还没有讲得那么明白。我因为一直是以许可的视角来带入的嘛，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这位女超人她能不能有那么一刻是把自己的委屈诉说出来的，这位强大的女子她有没有一刻是脆弱的和崩溃的，我觉得这个是要体现出来的。然后我就和悠悠姐聊这个事情，所以她最后就在那场放画稿的那个戏里面加了一段这样的诉说吧。对，因为我就会觉得我看到了胡春荣的脆弱，我看到了他的成长，那许可呢？他对所有的这些发生的事情，他难道没有自己的困惑和痛苦吗？他一定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后来我们就加了这一段，而且我会觉得就像许可一直以来都是用一种像愤怒的情绪在表达一样，但其实他愤怒的情绪下面藏的是不被看见的那种委屈，不被许可的那种委屈。
我觉得那段加的非常重要。是，我们都很喜欢，包括里面他会深刻去想，我对于爸爸和妈妈的态度是不一样的，为什么我会对他们有不同的要求？其实在于我们俩都是这个家庭的一个受害者，我希望他站在我这边，而不是成为我的对立面。对，这个也很重要。对，而且我看的时候，我不光理解了我们这代人的母女关系，其实我也理解了我们看待其他女性的那种态度。有时候你也会对她有更高的要求，就是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对，而这种要求其实可能不是愤怒，而是一种委屈。对，而是我希望你也跟我一样站在一起。对，因为你面对女性，你会有强烈的代入，你会有强烈的那种基于同盟的要求。对。好，那我们聊一下母女关系这部分。因为刚刚也有浅浅提到嘛，首先就是想问，从你的视角，当你看向胡春荣的时候，你觉得这个妈妈反常规的部分是什么？你是怎么看待这样一个角色的？我其实一开始看剧本的时候，我没有想过它是以现在的这种形式被表达出来，因为我总觉得在视觉上，海璐姐的表演和整体的妆造，其实给她塑造了一种洋娃娃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我们看的时候就会感觉这个母女关系好像妈妈更像是一个女儿孩子，对，就是我就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这是我在看剧本的时候没有想到的，就是她在视觉上被塑造成了一个孩子，而许可更像一个妈妈，就他们的位置是反过来的。当时我就稍微惊讶了一下，就是觉得原来海璐姐是有这样的一个很完整的构想，因为她一直在拍戏的时候，她都说她要像一个洋娃娃一样，她要像一个很可爱的女孩一样。这是我没有想到的。那关于这个角色反常规的部分，但常规的标准是什么？我觉得你刚刚说的这个点其实就挺不一样的，对，挺打破这个母女关系。因为我看前半段的时候，我也有一种感觉，就是我从文本上或者是从立场上非常站许可，我也会觉得说很愤怒，因为他所有打出去的拳都好像打在棉花上，但是我也同时没有感觉到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对错题。我觉得这个原因就是因为钱海璐老师饰演的这个角色，他有一定夸张的部分，有喜剧的部分，我觉得喜剧感是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我在看的时候，好像感觉这个母女关系，它虽然有对错或者说是非，但是它其实是一个有弹性的关系，没有让人觉得说我一定要站在一边去反对另外一边，而是我感受到他们能够这样相处下去，可能他们的日常就是会有这种冲突和矛盾的，他们能自己化解，我作为一个外人不必去评判任何一方。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说的，可能剧本里面或者文本里面没有呈现，但通过视觉或者说表演去软化的一个部分。是的，是的。那这么想来，海璐姐难道更是别有深意？原来已经想到了这一层，我都没有想到这一层。对，确实，因为我觉得喜剧的元素会冲淡很多现实的矛盾。就像我在看剧本的时候，我有异样的愤怒，可是等你真的在演的时候，或者说它被搬到大荧幕上的时候，那个愤怒是会被冲淡，会被稀释掉。那我很好奇，剧本当中这个妈妈就爱听霸总小说吗？对，这是海璐老师自己设计的吧？这很像他自带设定进去。反正我看到剧本的时候，她就已经是一个爱听霸总小说的妈妈。对。那从你的角度看来，最后呈现的这个结果里面，比如说00后的许可，她和妈妈的关系跟之前的一些母女关系有什么样最大的不同？大概就是他们的进程特别的完整，我觉得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一对母女一开始他们是水火不容的一个状态，天雷勾动地火，有点小事儿就要吵的那种，以及他们之间的那个认知鸿沟是巨大的，是无法跨越的，是彼此僵持的。但是你会发现通过一件又一件的事情，在一个一个的时间节点上，他们互相又理解了一点彼此，他们在慢慢的互相的靠近，而在最后他们其实形成了一种真正的同盟的关系，而许可也让胡春荣勇敢的踏出了属于他的第一步，胡春荣也从他的立场上给予了许可应有的勇气。我会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完整特别理想化的一个像浓缩的母女关系一样，就是你也许在现实生活中你没有办法在一个暑期内达到这种进步，但是它可能会让我们看到某一种希望，就是可能
在终点等着我们的是一种和解，或者说是一种同盟关系。对，包括我们看到有一个很明显的标志性的变化，其实在于他们对于一些名词的使用上。因为刚开始上来说，许可其实会说一些妈妈听不懂的词，但最后他们一起看电影的时候会问说，这个男主角在霸总小说里是什么水平，然后妈妈就会说是陈塘的水平。我都不知道陈塘是什么意思。对，网络小说痴迷者才知道的专有名词，就感觉这是大家使用名词的时候的一个变化，到最后我们终于能用一些好像我们都很熟练的一些词语去进行交流，其实也是我们两个人关系变化的一个体现。对，是的，那场戏我特别喜欢，就是在那场戏里面，他们就达到了特别微妙的某种很完美的平衡。虽然还是有认知上的差异，可是我们彼此都可以接住对方的话。他们不再是某种冲突的状态了。就比如说胡春荣说阿尔帕西诺像你爸的时候，许可也可以接着往下说，他理解并且可以接着往下说了的那种状态。确实从词语的运用啊，然后包括像那场戏应该是删掉了，就胡春荣要离开嘛，然后他要回老家做最后的准备啊什么的，然后许可就把他送上车，送回去了之后，他就一个人回到这个出租屋里，就看到所有的东西都被打扫的，就被放得很整齐。然后胡春荣不是很喜欢勾毛线吗？他看到他的那些艺术感的裸体花瓶上面都被穿上了毛衣，胡春荣给他所有的花瓶都罩上了一层毛衣，还有椅子呀、桌子啊什么能织的都织了。他就看着这些东西，然后外面是阳光很好，洒到这个房间里面来，许可就看着胡春荣留在沙发上的那团毛线，自己拿起来笨拙地勾了起来。我会觉得他们在彼此一点一点的靠近，然后在这一刻他们理解对方的心又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吧。我刚才还在想说，不一定是那些裸体的花瓶，还有那些妈妈不是喜欢把电视也罩起来，空调也罩起来，沙发也罩起来，小时候大家都很熟悉的那种。对，就那场戏还有一个是我特别特别感动的一个点，许可家洗衣机不是坏了吗？一直都没有买一个新的嘛，许可一直都是就不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衣物，我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反正我给他的解释就是他都会把它送到洗衣店里面去。但是在那场戏，就是胡春荣走了以后，许可发现他们家换了一个新的洗衣机，然后他就给他妈发语音，胡春荣就说：“对啊，这是我买的呀，砍了好多刀呢。”前面呼应了还，因为他一直不搭理他妈，让他砍刀的那个。然后许可就特别开心，他就觉得哇，真的是不一样了。然后他就把所有衣服都丢进去，然后一按，结果这个是坏的。我就觉得这个好可爱，就是他还是保有了妈妈爱贪小便宜、完全处理不好事情的这个性格特质。对，但是就你能看到妈妈在进步了，她好像做出了某一种的，不能说退让吧，就是反正她开始为女儿着想了。我就特别喜欢这场戏。我还有一个印象很深刻一场戏，是我当时没有想到他会怎么发展，就家里水管爆了，外面站着一个男人，然后两个人在那儿努力的想要去把这个水管给合上，外面那个人就一直让他在那儿站着，就他好像是在讲两个人面对生活里的一些突发情况，你自己一个人解决的非常的费力，你可能需要一个人，但这个人未必是站在外面的那个抄水表的那个人，而可能就是你旁边的这个人。而且感觉对于胡春荣来说，那场戏还是蛮有必要的，因为可能对于胡春荣那一代的女性来说，有很多事情作为一个所谓弱女子，她是自己处理不了的，她有这种先入为主的观念。而在那场戏里面，胡春荣说怎么都没个人啊，当许可吼出那句我不是人你不是人的时候，我相信这句话是会留在她的心里的，就是一定会影响到她最后的决定。我们还有很喜欢的一场戏是许可和妈妈躺在床上，然后他就摸着胡春荣的脸，然后说他的眼睛像星空，鼻子像山河，但是是更形象的比喻啊，不是我现在这种单薄的，是说的一些具体的地点、具体的风景。我们当时就觉得这是一种很辽阔的对女性的赞美，它是一种很特别的方式去形容一个女性的外貌。就一方面
这是让妈妈重新发现自己的美。另一方面，其实也表达了妈妈对许可的托举，就是因为有这样的妈妈，女儿才去到了那么多的地方，然后才能带着那样的目光、那样的见识，然后回头去赞美妈妈。而且它是一场很亲密的戏嘛，因为是两个人躺在那里，距离非常非常近。你和秦海璐老师在演这场戏的时候，有没有一些针对性的讨论或者是准备？没有。因为海璐老师是一个特别特别专业的演员，他一般就是在准备戏的时候，他就会问导演说这场戏你要什么，你要控制在几分钟之内，就这种他会问特别特别专业的，而且是从导演或者剪辑的角度去想这个问题。而且我也是一个比较笃信感觉至上的人吧，所以我们其实没有做太多的交流，但是我又觉得那场戏就拍得特别的自然。我们其实没有拍很久，我们就是大概1、2条就过了。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激发了我作为一个女儿，她作为一个妈妈那种自己真切的那种感受，或者说他激发了我们曾经有过的记忆和经验。反正一切都特别的自然，就像排练过，就像曾经做过这样的事情一样。你有没有收到过类似的这种比较特别的来自女性的赞美？我之前被赞美过像一头狮子。这算吗？没人摸着我的鼻梁说我像什么珠穆朗玛峰了。但只要这个赞美让你觉得自己被肯定或者很特别，我觉得就算。我觉得很特别，我很喜欢这个赞美，因为我觉得狮子是很威风的，是很恣意的吧。它是很酷的。对，所以我很喜欢这个赞美。对，我们还有一个电影里面的细节，就是母女吵架戏的时候，比如说鸡，就是他们围绕着鸡去吵架的时候，就会配一个鸡叫的一个声音，然后是那个冰冻的鸡甩到地板上，那个鸡就嘣就会叫一下。对，就电影里其实有挺多这种幽默感的呈现的。对，这个是不是也是你在看成片的时候才会看到的一个设计？对，我们当时是没有。你们有什么感觉吗？就对于这种声效，我就印象很深刻。小康，你不是之前说在那个1988里边也是遇到过？1988里它会有那个羊叫嘛？对，就会有一些这种幽默感。对，我也是在看了成片之后才看到它有这些很可爱的声效，以及它就是前面开头的时候它有很多动画的形式，然后像妈妈给他发信息什么砍一刀啊什么，都是像漫画一样出现在电影里。我觉得这还蛮符合一个就是新时代的有轻喜剧特质的一个电影。而且我觉得那个鸡叫很妙的地方是，你们俩吵得不可开交，然后把气撒在鸡身上，鸡也很痛的。鸡也在叫，鸡才是没被看见的那一个。那关于母女关系的这个部分，比如说你在路演的时候，因为前面有提到就是很多年轻女孩其实她对这个问题也会比较关心嘛，那她们关心的方向是什么？就是还是说具体的点是什么？对，具体说还是说我跟我妈妈也有一些问题，或者说我还是想去处理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一些吗？我之前在跟朋友聊的时候，还有路演的时候，我能感觉到他们都跟许可一样，有一种想要妈妈好，却不知道怎么能让她更好的那种感觉。因为很多女孩看完，她们都会说，我一定要带我妈妈再去看一遍。我想让她做更好的自己，我想让她不再是只为家庭，或者不再是只为我而活。像之前聊天的时候，我就问了很多年轻的女孩，我记得有一个女孩跟许可的情况是差不多的，就是她在她的家庭里起到一个调停者的一个作用。她妈妈和她爸爸吵架，她是会站在妈妈那边去帮她骂爸爸的，但是妈妈就会反过来替爸爸觉得委屈，会反过来去骂他，说你为什么要把事情搞得这么复杂，或者你为什么要把这件事情戳破。然后这个女孩就会觉得，那我能捞着什么好处啊？两边不是人了。对，然后她就会不想回家了，她就会觉得这件事情我要怎么办啊？我两边不是人，而且她看着她的妈妈，她也会觉得很难受，因为她就会有那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嘛。我也能感觉到很多年轻女孩会有这样的感受，就是不知道怎么能让妈妈更好，不知道怎么打破妈妈那一代人所固有的观念。这是很难的一件事情。这也是我们一般聊到母女议题的时候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对，就是它会很纠缠，而且可能会反复。对，而且我会觉得大家多多少少能从这个电影里面感觉到一丝希望吧。因为
我会觉得现实里解决这些问题是没有那么容易的。因为我也看到过很多我的朋友，他们和自己妈妈的相处模式是这样子的，但是会更纠葛，以及那些问题其实更微妙更隐性，你是没有办法把他们拿到台面上争谁对谁错的，因为大家都没有错，大家是从各自的认知角度来出发嘛。所以其实在现实生活中，你想让妈妈真的踏出那一步真的很难很难。我现在关于这个问题有一个新的感受，是因为我们是学习了更多，了解的更多，接受了所谓新知的一代人。我们面向母亲的时候，其实我们可能就是需要去承担更多的责任。因为他没有这样的经历，就是你确实是需要花费更多的力气去跟他讲这些东西的。就像把妈妈再重新养一遍的感觉，重新养育妈妈，先重新养育自己，再重新养育妈妈。当我长大了，我就要把妈妈再养一遍。对，能理解许可的劳累了，崩溃了。在学校里也是教书，工作的时候要养别人，回到家要养自己妈妈。这个老师身份确实，真的是个老师身份。他面对妈妈其实也有一点这样。是的，对。所以他后面还有一场戏，就是他又看向妈妈变成一个小孩，变成一个小女孩，在铁道上的那场戏。我觉得那个也好动人呀。因为我会感觉很多现实中的母女也跟这段母女关系一样，她们是羞于表达爱意的，就是她们那么的激烈，可是却从来没有说过我想要你好，或者我想要你比我活得好，或者怎么样。哪怕胡春荣跟许可说我希望你比我活得漂亮，那都是在舞台上，或者都是喝了酒之后，你才敢用一种调笑的方式，开玩笑的方式来讲这句话。哪怕就是许可也被胡春荣影响着，他只有在自己梦里的时候才会跟小胡春荣说，哪怕你从来不认识我也没有关系，你要去为自己活一次。我觉得好感动啊。对啊，因为你前面有提到说你们在现场，比如说跟秦海璐老师在现场的一些相处啊，跟悠悠老师的讨论啊，对，因为我们也观察到说我许可是一个女性主创非常多且为主的的一个片场，你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感受？你会感觉到你在戏的部分和情感的部分你是格外的被包容的。就是大家不会以一种特别直接或者强烈的方式让你去做什么，大家都是很柔软的，而且都是一拍即合的那种，很有默契的感觉，但是同样是很高效的。我觉得当有很多女性的工作人员在一起的时候，往往都是更安静且高效的。那比如说你跟秦海璐老师合作的时候，因为你前面提到那个精准控制的那一点，印象还是很深的，就是是不是也有一些新的作为你的视角去观察他们的一个部分？你说观察海璐老师吗？对，包括观察一些女性的创作者。我觉得我们这个戏的主创们还是挺不一样的，就我对他们产生了一种类似于家人的感情。因为我是一个特别理性的人，而且我是一个很含蓄的人，我一般就是在剧本讨论过程当中，我是不会非要跟你争一个对错，或者非要按自己的来演，我一般会跟主创讨论，如果我没有办法说服他，那我就会按他的演。但是呢，这个戏里这样的情况是不适用的。我发现我们每个人都是鸡头白脸的在表达自己的观点，因为我们都希望这个东西好，而且我们都对这个东西是有点紧张和没有安全感的，因为它其实相对来说是比较新的，而它的边界在哪里，框架在哪里，其实我们都不太确定，以及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表演方式去呈现，其实大家心里都有点没数，都有点没底，所以我们都会很激烈的去探讨。然后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非常的痛苦，因为我就觉得自己演得很差很差，然后我和海璐姐就时不时就在现场互相打气，她就顶着她的波波头，就是她那个小圆脸，然后她就说你可以的你可以的，然后我就会说对，我们可以的我们可以的，我们就互相打气。然后呢，在片场她是一个非常亲和的人，但是你能感觉到她的思维是非常敏捷的，她是一个很聪明的人。然后我是在这次路演的时候我才看到了真正的他，没有波波头。对，一个没有波波头的他是非常冷冽的一个人，不是说他很冷酷或者什么，而是他的气质是会让人不敢接近的。
然后他自己说，他觉得他在剧组里的时候特别傻，因为他为了保持妈妈那种高频的状态，他其实在戏下也会保持同样的状态，就是他会更活泼、更外向、更打趣别人什么的。然后我在路演的时候看到他就是一个女霸总的形象，一个商务人士的形象。对，然后我就觉得哇哦，就是好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你刚刚有提到说大家对于一些边界不是很拿得准嘛，其实我们也有一个很好奇的，因为许可这个人物其实相比你之前的一些角色，他可能是更日常的，他更普通，就更贴近普通人一点，他没有那种极致的，比如说我是一个女杀手类似的这种极致性，这样的一种更贴近日常女孩的一个角色，对你来说扮演的难度在哪里？扮演的难度就在于我没有演过这样的一个普通女孩的角色，而且普通女孩大家千人千面，你说她是一个普通女孩，她既可以是那样的，也可以是这样的，就是她其实很容易引起一些争议，而且她很容易没有说服力。但对我来说，更多的是表演节奏上的变化吧，因为我之前还是属于比较个人表达类的电影里的常客嘛，就是我会更关注那些细微的情绪上的转变，我觉得那个是很重要的一个东西，而且我的表演方式是相对来说比较不外放的嘛。但是在这个戏里，我被要求以一种快速切换的方式来呈现我的表演，就是大家不会太在乎一个情绪到另外一个情绪之间需不需要有连贯的东西，或者需不需要有一个转换的东西，这个是不在乎的，因为大家都很明确的知道快节奏的电影模式它其实会有很多剪切的镜头，所以大家不太在乎你需不需要在一个镜头里面有一个很完整的表演动线，因为大概最后那些细微的变化是会被剪掉的，大家只需要保留最准确的最精确的那一个状态。对，这个对我来说其实有点难。如果说我之前表演模式它一直是匀速前进的话，那这个表演模式它其实相对来说它需要一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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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其实对我来说还蛮有难度的。你刚才提到说你刚开始演的时候觉得自己演不好，需要被鼓励什么的，是因为这个原因吗？对，导演一开始会觉得我不够夸张，我们找了很久生动的感觉，以及那种接地气的感觉吧。我一直就被要求更外放一些，更丰富一些，更夸张一些。但是我每次看回放，我就会想，这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我会心里有点害怕，因为我一直接受到的表演的方式都是你在大荧幕上你是要收敛的，最好能别有表情就别有表情的那种。但是这个就完完全全要求是另外一种表演模式。但我看成片的时候，我对许可翻白眼的那个印象非常深，我觉得翻得非常的有感染力。真的吗？好，那我们电影的部分就差不多是这些，我们接下来聊一聊文琪自己。你之前在一个采访里面说过，就是说可能大家对你早期出道的作品印象比较深嘛，然后你可能会有一点点焦虑，因为觉得说那个可能是之前的自己，但很想让大家看到新的我，但是会有一点困扰，就是说新的我一直没有出现。然后这2年其实我们也观察到你有很多新的角色，比如说像陈朵、像许可，你会觉得这样的角色是新的你吗？是，但是可能还不是完全的我，因为还在摸索的道路上吧，也没有觉得自己已经到了一个稳定输出的阶段，我还是更多的在尝试和在被教导。可能陈朵算是我会比较得心应手一点，但是像许可，这是我完全没有接触过的领域嘛，所以在演的时候，我也不会觉得这就是全新的完成时的我，而是这是一种新的尝试的感觉。当时那个表达特别可爱，他说是奈何新的我一直不出现。我都不记得我说过这句话。你说的是奈何新的我一直不出现。好二啊。我观察到其实最近你很多采访里面你会说其实我还年轻，就是会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去探索去摸索自己新的这个道路的感觉，这也是你的一个心态上的转变吗？
我现在就处于一个比较激荡的时期，就是我的情绪变化会特别的大，就是我道理都懂，有时候呢也能正向的开导自己，但是也不免会陷入到自我怀疑啊，或者焦虑沮丧的那种时刻，那个转变特别的大。因为我们在录节目之前，其实有发了一个小小的帖子，就是想问大家有什么想问文琪的问题。我们会关注到很多想要对你提出疑问的人，其实他们也跟你刚刚形容这个状态一样，他们可能是在这种大学或者说即将进入社会的前期，然后也会陷入这种情绪可能很激荡的这个阶段，然后他们会很好奇，比如说你怎么处理，或者说怎么去面对这种年轻成长过程当中可能会有的迷茫。你的状态是我其实自己也还在我觉得没有任何办法哎，或者说我还没有摸索出任何各位是已经经历完了吗？有什么办法吗？救救我我就感觉就是先一定要挺住，一定要活下去，只要活下去就行。是到了30岁左右，你就会变成一个平静的中年人了。而且这个阶段其实挺珍贵的，对，你不是在人生的所有阶段都会产生这种剧烈的激荡。是，对，我现在就处于这种阶段，我有时候也会非常理智客观的跳脱出来想，我的每一岁的每一天都只有一天，流掉了就是流掉了，你没有珍惜就是没有珍惜，然后你一定要把这些东西都记在脑海里，你要知道曾经自己有过这样一段激荡的时刻，可是每你身处这样的时刻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很难受，那种折磨人的感觉，就是还是会影响到你的生活和工作，影响到你个人的情绪吧。尤其这2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多女孩子会觉得我是一个特别自洽的人，或者说会觉得我是一个特别强大的人，但其实我一点都不是，我可能只是冠冕堂皇的说出一些自己的理解，但是我也并不能真的实践。就像许可和胡春荣的关系也是这样子的，就是道理大家都懂的，都说得出来的，只是做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对，就像我自己是一个很害羞，也不是很害羞，就是我是一个很怂的人，而且我很讨好型人格的。我是那种比如说去见导演或者去见人的时候，聊得开心了，聊2-3个小时，我中间想上厕所我都是不会提出来的那种。我会一路憋到最后膀胱要爆炸然后上车了就整个人就难受到不行，就是我不知道要在什么时候提出这件事情，就是我要什么时候打断别人的话说不好意思我要去上个厕所，是不是刚才我发生的一幕对，然后你之前稍等，我要打断一下，我想上个洗手间。你们可以先聊。我觉得就很好啊，我觉得就很好啊，但是我会不想扫别人的兴，我会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切入这个点。我刚才也是微妙的把控了一下，是不是就是会有这样的时刻，我就会有这样的时刻，而且我会觉得这种东西你没有办法强求自己一定要做，你下一次对就可以勇敢的说出来，我觉得这个其实还蛮难的。你刚才提到说有很多年纪比较小的女孩会愿意从你这里寻求建议，我觉得一方面也是他们感觉到你很亲切，就是你在社交媒体上呈现的状态让大家觉得你不是一个距离他们非常遥远的人。我觉得这一点可能比他们认为你很强大有很完备的处理生活的能力可能更重要。就他不会恐惧告诉你，这也是一种能力，或者他相信你会和他有类似的经验共情。对，那确实是，因为其实我每次听到这类寻求帮助的问题的时候，我都会不知道该怎么说，因为每次别人问我的这些，我也有同样的困惑，以及我也在经历同样的这个时期嘛，但是我通常我都会很心疼，以及就是放在别人身上我就会更理解，比放在自己身上要更理解，然后我也会通过他们的对话来审视自己，来安慰自己，就是我会觉得说别人身上发生的事情我就允许，为什么发生在我自己身上我就不允许了？我也会反过来被安慰到。其实可能对于他们来说答案并不是最重要的，你展现出来的共情可能就已经能够安慰到大家，或者大家知道在你这里他不太会遇到挫折，或者说对，不太会有人去审视他，而是和他站在一起。我觉得你刚才那个表达其实就是
我和你们是一样的，都有过类似的困惑。对，包括你刚才说那个激荡，是不是有可能一天之内都会有一个对，非常大的变化？是的，尤其是我这几天不是在路演吗？其实我在路演之前一直都是在一个比较空虚和焦虑的一个时期，所以就频率比较低，比较平稳嘛。但是在路演的时候，你就会感觉你一天大概有800种情绪，你听别人说话说到好的东西的时候，说到你很同意的观点的时候，你会觉得无比的雀跃，你会觉得我此刻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电影人。可是到下一秒，比如说你看到有人在说你的问题，或者说你看到有一些不好的言论的时候，我会瞬间觉得我要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待着，我活不下去了，就这种。有时候甚至都没有一个音，你就会某一个时刻你静下来的时候，你坐在车上，比如说我们路演的时候，经常会学校的门口会有一些大学里面的朋友聚集，然后他们会来看你嘛。我经常就会跟他们打完招呼，就很开心，哇，好多人，好多人。然后摇上车窗，慢慢驶出那个校园的时候，我就陷入到一种空虚的状态里，就想要默默流泪，但也不知道为什么。对，就这种感觉。那确实还挺 emo 的。下一场路演又嗨起来了。对，所以那个频率就一直不停的上下。所以你其实是一个感受非常非常敏锐的人，所以你才会有这么多的这种激荡。对，我有时候会觉得有点太过于敏锐了，所以会让我有时候很难受，因为你要不停的去寻找一个平衡，让你处于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模式去示人。但是我也不太想要丢失这样的它也是一种天感赋嘛。受力。对。但你还是一个比较乐于和大家分享，包括表达自己真实想法的人。对，虽然没有怎么被骂过，我觉得大家对我还是很好的。但我为数不多的被骂的时候，我都会想，我这辈子再也不表达了。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对，但是过一段时间我就会忘记这件事情，然后觉得不行，年轻人不能不表达。对，就会有这样莫名其妙的使命感。那你发现你这种激荡就是配合你这种行为的，它是非常合理的。因为你没有这种激荡，你就没有办法分享自己的生活。对，因为我每次就是会在一次舆论过后，然后把自己缩起来一下，但是那个情绪又很短，对，我马上又会回到那个高频的那个状态里。这个好有意思啊！30多岁的中年人已经没有办法享受这种激荡。我总想问，比如说分享日常，那你会不会就是这件事可能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事情？你要想会不会出问题？那这件事会不会对你一个消耗？我不知道我确实会觉得是有一些影响的。它肯定不是完全的，我能像17、18岁的时候一样的去表达、去开玩笑，因为我有时候也会害怕。你说出来的哪一句话就会冒犯哪一个团体、哪一个群体，我会让自己更小心，但是我不会完全的杜绝表达。对，你刚才说那个年轻人还是要表达的，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很重要。还是要发出自己的声音。那关于年龄的这个点，有一个很抽象的问题，你现在会更希望你的年龄增长的快一些还是慢一些？就比如说你想要一个更成熟的状态，还是说想要目前的年轻的这个心态？我想要更年轻的心态。我会觉得我这个人是成长的很迟缓的，虽然我很敏感，然后在某些知识上是会早熟一些，但是我的社会化其实一直都进度很缓慢。我以前是不太在乎别人的评价的，我也不太在乎我有没有工作，或者能不能得到世俗的成功。但是现在我会发现我想要的东西变多了，而那种无奈其实也变多了。然后我就会很难受，我不知道如何去和这些情绪和平相处，因为每次他们就像月经一样，他来的时候他就是必定会带着很多生理上的难受，你没有办法去排解它，你没有办法忽视它。所以你的一些痛苦是在社会化的过程当中产生的。对啊，像我第一次做播客的时候是跟那个周轶君老师嘛，然后我就也是向他倾诉，我也忘了我是说什么了，但反正就类似也是对自己的现状很不满的话吧，还是什么的。然后周轶君老师就说，你有没有想过，也许你只是需要得到一次世俗的成功。然后我就开始想这个问题，我就心想，好像是的，好像我想要得到一次全方位的认可，我想要
因为别人的认可而认可自己，但是我又觉得其实这是一个很不健康的心理，但是我又觉得做我这个职位是没有办法完全在别人的认可下认可自己的，对，所以就很。我不知道，而且是不是面对这种心态你很挣扎？一方面这是你想要的，或者是这是客观情况上你这个工作必须带来的，但一方面好像你又有点抗拒。我又觉得它不见得是因为别人的认可，不是对我自己认可的一个全方位的支持嘛？对，就我自我的认可肯定是最重要的。对，但这两个会产生矛盾。是。或者我们现在接受的观念就是你的自我认可要大于社会认可。对，但是你其实又每天又都活在社会认可的这个氛围和环境当中。对，其实我觉得这个就特别有意思，而且我就感觉大家会越来越拧巴。可能我认识的年纪比我大10几岁的人，他们是直言不讳的要社会的认可的，他们对于自我认可这件事情其实并不太在乎的，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他们已经是非常的平衡了，就是他们已经非常能接受自己的这个逻辑了，非常逻辑自洽了。但是我们一直不停的说的是我们要自我认可、自我许可，要自尊自爱，可是它又带来了某种程度上的只有正反面了。像我自己，我有写日记的习惯嘛，因为我的日记完全只写给自己看，我有时候会写完一句话，然后我突然会开始意识到我在以一个公众的形象在写这些东西，我就要，然后我瞬间就觉得毛骨悚然，我会觉得我是谁呀？就是我会觉得我在最最私密的空间里面，我也无法直接的跟自己对话。我会在写这句话的时候加上一句补充，就是但我还是爱自己的，或者我还是认可自己的，或者我觉得自己哪里我对自己不满意，但是什么什么什么，我会找补，我会有这种找补。比如说我在写一些上不了台面的话，或者自我抨击的话，或者自我剖析的话的时候，我会没有意识的在想这些话说出来是正确的吗？会带着这种自我的审视，对，脑袋上像站了一个小人在监督自己。对，然后你经常会想，就是如果我说出这样的话，做出这样的举动，是不是代表我在伤害自己，或者是不是代表我不够爱自己？因为我觉得有些东西它是出于人性的本能，而不是你要站在爱不爱自己的这个评判角度来。但是我自己有时候都会丧失这种天然的一个思考，我会把它一直不停的加工，然后最后让它形成一个完美的无伤大雅的一个，对，像一颗椰子蛋一样光滑的一个东西。你刚才提到说你很需要一次世俗的成功，你在14岁的时候就拥有了那个成功，不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吗？我从来没有把那个成功当作是我自己的成功，哪怕到现在我也没有觉得那是我自己的成功。是因为你自己对当时其实是一个没有把控，或者说是当时的感受其实并不是你成熟之后去做的一次行为，是有这样的感觉吗？对，有这种感觉，而且我会觉得就我好像不曾参与过我小时候的拍摄一样，就好像是另外一个人在帮我完成。我不知道为什么，所以我从来不会觉得很骄傲。我甚至就是别人在跟我说提到金马奖或者提到这2部电影的时候，我会觉得有点点抽离的感觉，对，会有点不知道要说什么，以及会有点回避。那也不是我自主选择的东西，所以就别人在跟我聊这些的时候，我就不知道要说什么，我也没有什么感觉。我们过去会认为文琪可能是过早获得了世俗意义上的肯定和成功，我们会这样认为，但其实你并没有把之前那个当做一次自己的成功。对，就我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就可以再获得成功，因为我感觉我从来没有获得过成功。对，所以像别人夸我啊，或者别人赞赏我的演技，其实我都不太能和我本人匹配在一起。你刚才说你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没有很多真实的感受嘛？那比如说你之后有在某个瞬间或者某个创作的瞬间，你有真实的感受，你觉得我做的还挺不错的，认为这是我的选择，这是我的作品，这是我的创造，作为一个小孩被别人拖上来的这么一种感觉。这种感觉什么时候被打破的？好像还没有
好像还没有被完全的打破。我会对自己要求很高，就我没有完全的达到我自己的要求，但我也不知道那个要求是什么，我不知道那个上限是什么。但是像我许可，还有我这2年拍的一些戏，我会觉得他们不一定是完美的，但是在这些角色身上，他们呈现了部分的我以及我的思考和我的表达。然后通常就是某些具体的时刻，比如说在演一场戏或者演一个镜头的时候，我会有那种明显的感觉，我会觉得我演得真好，但是那种感觉很快很快就消失了，它一点都不持久，而且它会在接下来的过程中变成某一种无形的压力，就是会让我感觉到我上一次都可以做得这么好，为什么我接下来不能做得更好的感觉。而且你也很早就开始涉足创作嘛，你也开始自己当导演当制片人。你最早做这个选择是因为什么呢？我当时就跟几个朋友就一起聊天啊什么的，就讲到原生家庭的问题嘛，然后大家就一拍即合，就觉得我们为什么不能自己拍一个东西？就如此仓促的和不加思考的就决定自己去拍一个东西。那你后面想继续做这样的事情吗？会想，就是可能再等几年，因为我会觉得个人表达的东西它需要一定的积累，以及它需要一个好的时机。当你的个人表达不被允许的时候，你还不如去先做一些平衡的东西，要不然如果你把个人表达和一些模式化的东西混在一起的时候，那才是最最难受的。能感受到其实你很看重个人的表达，个人的输出。就这样的东西会让你更有强烈的自己参与到其中的感觉。对，我有时候也会觉得我为什么要没事找事就是你就去演了就完了，你想这么多干什么？许可那一面又出来了。那别人觉得你还不够成熟或者积累不够多，说你还年轻的时候，你一般怎么处理这种状况呢？我一般就默默生气啊太多了，就是你不太会听到别人直接的说出口说你太年轻了，但是你可以从别人的语气里面眼神当中感受到你就是一个小姑娘，你凭什么站在这里跟我理论，你懂什么是人生吗的这种感觉，然后心里其实从那个车上跳下来了对好，那我们聊一下大家都很关注你平时看的书或者电影，其实有很多电影或者作品都是非常早的，比如说几十年前的。然后去年李安有一个采访很有名，他就是说现在年轻人不是不看电影，他们只是不看新电影了，他们会更多看老电影，因为老电影里面可能有更多纯真的能量然后我好像看到你有采访里面类似说过这种的话，包括你看一些经典作品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你还没有出生，但你从里面感受到了一些今天的作品里面还没有的东西。那你有这种取向的偏好吗？就比如说更喜欢看新的，还是更喜欢看更老之前的作品？我还是会更喜欢看老作品，就我现在会有这种趋势，就是你接受新的东西的能力，其实在不是没有这个能力了，而是你不再去选择相信新的东西了。我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被新的东西深深伤害了吧。那有没有哪部你看的印象很深刻老电影给你当时带来比较大的震撼的那种？我记得我刚开始看的黑白电影的时候，我看了那个希区柯克的有一个电影叫《鸟》，群鸟。我小时候在电影频道看的，快吓死了。对，我就有这种感觉。它有密集恐惧。对，然后我就会觉得黑白电影应该还好吧，至少它不会那么像现代电影一样很微妙或者怎么样，它情感都是很直接的。对，然后它的拍摄方式也会更简单和直白嘛。就看那个电影就跟你一样，就是我吓死，我整个吓死，然后恐慌到不行。我一点都不害怕鸟，但是我就会恐慌不行，就是我会觉得它的拍摄手法如此的先进，而且它的技巧以及它的电影的那种叙述方式，让你完完全全的就沉浸，而且可以忽略掉它的技术缺陷啊或者什么。对，然后包括后来那个比利怀尔德的《满城风云》我也很喜欢，就很有人文关怀，充满了讽刺的一个电影。那你看老电影的时候，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在看呢？就是我完全作为一个观众的视角，还是也带着一个创作者的视角？观众的视角，因为可能老电影和我还是太过遥远。像我在看现代电影的时候，我会
带入到某一个角色身上，或者说我会以一个演员的视角去看，我会看如果是我在演某一个角色，我会不会这么演，或者我能不能演得更好。但是黑白电影就不会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黑白电影就像一张柔软的床一样，可以让你觉得很安全。对，就你不用想太多，你不用苛求太多的感觉。我理解这种感觉，可能就是因为它跟你无论是物理时间上还是技法上还是文化上都很遥远，所以你不太容易去带入到自己工作的那个脑子去看它，或者你近乎感觉不到任何的评判批判，它就是一个很遥远的故事，跟我的距离是非常远的，非常远，就是你也不会太带着现代的眼光去看待它。对对对。那关于你看的这些作品里面，你有没有就是现在的你去总结，比如说我看的我喜欢的一些故事，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征，或者说一些共同的特点，就是你比较偏好看哪种类型的东西？我好像看的都特别杂，因为我本来打算说的是我喜欢看不太工整的东西，但我觉得很多黑白电影也都很工整的，对对对，所以可能大概就是我喜欢看真的东西，就是你在一个假的2个小时里面，你给我透露一点点真的东西，然后那个真的东西它也许是脆弱的，也许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但我都觉得那个是很美的。从这个角度是不是也可以理解你还挺喜欢安妮埃尔诺的作品的，或者说他哪一点是特别吸引你的？就是他身上那种很直观很简单甚至有一点点粗暴的自我剖析，因为我很讨厌假大空的那种东西，把一切美好品质都放在自己身上。但安妮埃尔诺就不给我这样的感觉，就是他不对自己有任何的评判，他没有一个评判标准，他只是简单直接的用直白的话语把事实呈现在你的面前，进而去剖析自己的情感。我觉得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你最近看的印象比较深刻的一部电影和一本书是什么？我刚看完《飘》，我爱《飘》我从南京去天津的高铁上看完的，我非常的尴尬。我就看到那个书里的媚兰，就是斯嘉丽的好朋友去世的时候，我真的哭到不能自己，然后我就一张一张抽纸，一张一张抽纸，我已经哭到要晕厥过去，然后突然旁边就闪现一个女孩，她把一封信交给了我，就在一个我如此脆弱的时刻，然后我就十分的尴尬。对，但是我很喜欢飘，我觉得它是如此的细腻，如此的先进，完全没有想到，这是我最近特别喜欢的书。电影的话，最近还真的没有看什么水仙花开可能是我会比较喜欢的。你会看剧吗？哦，对哦，剧最近在看《新闻编辑室》我很喜欢，的选择很好看，很理想主义。伦敦生活你也有看？超爱，它是我最爱的电视剧。还有《绝望写手》，你好像也表达过你很爱。绝望写手我也很喜欢。但是伦敦生活是我的挚爱，我非常非常喜欢。你喜欢的点是在哪里？他给我的感觉就像安妮埃尔诺一样，他不带任何的修饰，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女孩，她无所顾忌地展现她的所谓的坏品质，她把自己混乱的生活呈现在大家的面前，而这就是一个女孩会拥有的所有的她的生活和困境，以及我觉得她的台词和表演太精妙了，我觉得演得太好了，而且她确实也很像你，她动不动就会跟摄像头说话，就像你脑子里会说我想跳下船一样。对，而且还有一个瞬间，前面文琪在提到说她情绪激荡的那个时候，就是把自己关起来那个时候，我就想起《伦敦生活》里面不是有句很经典的台词，说我就是随时随地都想哭，就是在那个场景里面他说的那个话。我最喜欢一句台词是，就他跟神父他们去一个什么会，然后他们2个就坐在椅子上思考，然后要站起来说出自己所思所想的那场戏，我忘了他们去哪儿了，但反正他就站起来说，他说我不知道如果我的胸部再大一点，我还算不算一个女性主义者。是一个像 AA 戒酒协会一样的那种互助会。对，我当时就觉得哇，这太精妙了，太当代了。然后我就觉得他写的真的好棒啊。我刚才突然理解了安妮埃尔诺和伦敦生活的共同之处，其实就是那句话，这个冒着风险说出一切的我，除了理解和分享之外没有其他顾虑。就是安妮埃尔诺和伦敦生活的女主完全都是这样做的。对，就是他们不害怕
别人的评判，就他们不讨好观众。你也一直在提到讨好这个词嘛，包括之前我也看到你的其他采访当中有提到说你在一个大人的片场长大，你习得的那个东西可能就是一部分的讨好感，然后你现在是不是很有意识的在去除这个东西，所以你喜欢的角色作品都是没有讨好感的人，甚至会愿意去冒犯别人的人。对，是的，我觉得这跟我自己个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包括我看飘的时候，我也会更喜欢媚兰。因为他身上有那种不在乎一切的品质，就是他依然被旧有的观念束缚着，但是当谈及家人、朋友和崇高的理想的时候，他可以不顾一切的站出来反对那些他曾经的朋友。我觉得这是一种太可贵的品质，一种敢说敢想敢做的品质。对，但是确实在现实中你很难做到了。那我们问一些快乐的问题，也不一定快乐，快乐快乐。一个就是你害怕别人发现你很努力嘛，尤其是你的努力有可能失败的时候。我害怕呀。我还挺干脆的呢。简短有力。好，你会经常夸奖自己吗？不会，我很偶尔会觉得自己好像还不错。但是很少。那你夸奖自己的时候是夸某个点吗？还只是说我很不错？我这个人很棒。我会觉得我好像还有在思考，是具体的点。比如说做了某件善良的事情，比如说帮了别人一把呀，或者做了多余的事情，但是有在影响别人的时候，我会觉得我真是个善良的人。会有这种感觉。那你觉得清醒是一种能力还是一个负担？我觉得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负担，但是它在我长远的这个人生规划里面将会是一种能力。对，这个回答有点像是一个成熟的演员。成熟的人。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嘛，就有很多人都很喜欢你的状态，或者说有很多人都想成为你，因为像你就是你前面说表现出来这种松弛和轻盈的状态，你有没有哪一刻想要成为谁？我从来都没有想要成为谁，我从来都不想成为自己。既不想成为自己，也不想成为别人。对，我没有一个明确的要成为的目标，但是我又不想成为自己，所以这就是最麻烦的地方啊。对，我又看不上别人，又瞧不起自己。你最不想成为自己的点是什么呢？每个女孩都会这样吧，应该没有人是完全瞧得起自己的吧。像我就会啊，我很讨厌自己的。真的，我刚才在对话的时候有强烈的这种感觉，可能我们比如说再过5年或者10年，再跟文琪聊天的时候，可能会有不一样的感觉，肯定会，因为有很多的问题其实就是处于现在这个时间段的问题，就包括你说想要的世俗的成功或者等等这些东西，我觉得在未来可能会有具体的事件让你感受到，或者说让你经历到，经历完了之后，你可能对于自己也好，对于当时当刻的自己都会有更多的体会和感受。对，这都是只存在于这个阶段的问题。但是充分感受这个阶段也很重要。对，我相信一定会再过5到10年后会有很多不一样的体会的。说不定到时候我就是完全自洽了。你就把这段截出来放给你，反复播放。你们再来采访我说什么我不知道。好，那最后2个关于创作者的问题，就是你作为一个创作者，你认为自己的才华、天赋或者能力是什么？我觉得大概就是有持续的表达欲望。因为这件事情虽然很痛苦，但是它某种程度上一直支持我在做这件事情。因为如果单单是做演员的话，其实在现在这个情况，我的表演的欲望是不被满足的。我可能很快就退出了，我就去什么渔村里面待着了。但是就恰好是因为我有表达欲望，所以我每次遇到跟我理念相同的，或者像我许可这种有社会意义的人文关怀的戏的时候，我就会很开心。那种开心可以帮我度过很多空虚的时刻。你最欣赏的创作者特质是什么？对自己的真诚和敏锐。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如果只要很勇敢的面对自己的脆弱，并且能把这些脆弱呈现给别人的话，他就是一个很好的创作者。哪怕他的技巧或者哪怕他的表达的语言还不够完整和成熟，但是只要你具备敏锐度和对于自己的真诚，
那就是一个很好的表达者。因为我们前面聊了很多，说许可这一代人是先于自己的经历就已经知道了很多已经被整合好的经验嘛，所以也想用这个问题来结尾，就是可能未知的部分，就是被互联网命名的那个未知的部分在变少，但有什么是你未来特别渴望去经历的？就哪怕这个东西已经放在那里，但是我希望我自己去体会、去经历的东西。我会非常期待去经历爱这件事情，因为其实上网的时候，你会看到很多人讲述他们恋爱的细节，或者哪怕不是恋爱，亲密关系，他们对于亲密关系的表述其实是很笼统而且很单一的。但是我发现很多人都被这些话所影响着。我会希望我完完整整的去经历爱这件事情，不只是恋人，而是朋友、家人、亲密关系，就所有这些。因为我觉得我还没有踏入，我还没有学会如何去爱。不想被现在的一些被恐吓到，或者是或者抗拒它。对，是的。因为这种经历可能对于每个人来说，它其实都是无法被分享的。你的感受其实也只有你自己才能体会和明白。是的，是的。所以可以少上网，也不用少上网，该上网还是上网。那我们也祝福文琪去经历爱、经历创作、经历世俗的成功。好实际，好喜欢。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文琪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自己、关于电影的一些感受。也很期待未来常来展开讲讲做客。最后开始拼命敲桌子。这是什么表达呢？你现在的情绪如何？感觉还不错。我现在很开心啊！我可能一会儿上车就开始痛哭吧。但我现在很开心，感谢3位哥姐们。好，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